各位，咱们是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继续给您说这段《后西游记》。上文书正说在哪儿呢？说在我佛如来察觉东土佛门气运有异，发现异常了，就派2位尊者下界一观。2位尊者是谁呢？一位是三藏，一位是悟空。师徒2人来到长安城，化作盖僧模样落脚长安。到这一瞧，寺院修得真漂亮，但是寺院周围穷人可不少穷人遍地，那日子一看苦的都不行了。师徒2人觉着蹊跷，觉着想必是这寺里头有问题。那么师徒2人选了一座大寺，名曰叫禅门寺，可就进去了，要访查访查。进去一瞧，果不其然，叫乱象丛生，僧人以诗才博厚待人。这香客来了，给钱多，待你热情；给钱少呢，倒不说给你轰出去吧，反正态度就很冷漠了。师徒2人觉得挺别扭，这怎么拜佛还拜出高低贵贱来了呢？找人这么一扫听，最近长安城还有盛会，叫佛骨佛牙会。师徒2人呢，一听这佛骨佛牙会，心里还挺高兴。为什么呀？届时这佛骨佛牙会一开这众僧云集，高僧云集都在长安城之内，共同登坛讲经说法，要普度众生。师徒2人这次来也领了法旨，要看看真经东传已然200余年，传的怎么样。那这个佛骨佛牙会就是个机会你要是想知道传的怎么样，挨家的寺院你不得自个儿瞧去吗？这回不用了这个都聚拢好了，那大家在一块儿讲。那三藏想，那我听听借这机会我就都听了。当然了，你要说都听也听不完，时间太长，所以他问了一句：现在谁讲的最好？人家说了，那说是玄奘法师第6代传人，这位叫生友。生友法师现在在长安城里讲经最好。行，师徒2人得了这些消息之后，就不愿在禅门寺多待了，找了一个小寺院就住下了。那么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师徒2人又到禅门寺，到这一瞧好，可了不得了，大变样别看就一宿的功夫那整个的这个讲经会的这个状态都搭出来了。讲堂之中钟磬齐鸣，烟雾缭绕，更衬托着这寺院呢巍峨高耸，金顶辉煌，透着一派叫堂皇气象。寺里所有的僧人全出来了，列立两厢，身披袈裟，口中诵经，声音是低缓悠长，气氛叫庄严肃穆。在这大殿的正中早已搭下高台这台上设了法座，帷幕低垂，床幡环绕，香炉中香烟袅袅，用的法器乐器是列立两厢，十分齐整。师徒2人一瞧不错这势盆不小阵仗不小，找个不碍事的地方等着吧。那师徒2人找一地方就跟这儿等着。那不多时听讲之人陆陆续续可就来了。那人数之多何止是千千百百师徒2人一瞧，果不其然呢，这位生友法师有2下子你看这听经的里头好，什么人都有，乡绅学士、公子王孙、富豪财主、商贾工农也有一些是深闺女子，一个个神情肃穆。在这讲堂之内贵贱不分，男女杂处，俱都是在等候那位登坛讲经的高僧。一群人只等到日色将午，大家伙都跟这儿等着有的聊天，有的说话。突然之间就听见殿内是鼓波齐鸣，木鱼咚咚，床幡摇曳，这钟声悠扬。两旁的僧人歘一下肃然而立，前方是鼓乐齐响，床幡宝盖下簇拥着一位高僧，慢慢的可就往这法坛上边走。这位登坛的高僧身材修长，面色清瘦，眉眼深，宽额头，鼻梁挺直，四方口。您还真别说，这和尚长得还真不丑。他身披8宝袈裟，本是金线绣，光华熠熠，是耀人的双眸。九锡禅杖拿在手，这杖环相击，声声入耳，震心头。头戴皮卢帽一顶，帽檐也有金边走，日光下是金光闪闪，色不朽。胸前念珠，一看就是用的酒，颗颗透亮，温润如玉，是檀香悠悠。这和尚步履沉稳，就往那法坛上边走。所到之处，众信徒紧合手，忙低头，神色恭敬，是潜心的祈求。您要问来的这僧名何姓，他就是长安的高僧，叫生友。生友法师来了，往这个法坛上盘膝一坐，法相庄严，那样大了。师徒2人一瞧，你真别说，这和尚长得真精神，哈哈。
听听讲的怎么样吧。但只见这位生有法师啊，双手合十，微微的垂目，跟那儿等着。那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啊！哎呦，好，这大家伙大气儿都不敢喘了，等着他开口。片刻之后，那声如洪钟啊，字字分明啊！哎呦，这生有法师这声还真好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三藏一听，哦，好啊，这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当中的寄语。哎，好，这不愧是我门中之人呐。为什么《金刚经》就是我取回来的呀？啊，他挑这段也好。那这段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世间万物啊，虚幻无常，生灭无定，如同梦境，如同泡沫，如露也如闪电，一瞬即逝，对世间万物不可执着。哎，好啊，这段佛经讲出来正合大唐的现状啊！啊，这好，不愧是我门中之人，听听他怎么讲的。三藏还挺有兴趣，瞧着他，这生有法师啊，就接着说了：“诸位施主，此偈乃佛陀所言，字字含义深远，非凡夫俗子可轻解。此言虽短呐，却道尽人生智慧，需要用心参悟，方能得其真谛。如果只停留于字面的话，恐怕难窥其中之妙理。那么若想解其中之妙理呢，需要有慧根。”堂下的听众纷纷点头，要有慧根啊！法师所言极是啊！听听法师往后怎么说。生有法师微微一笑，然慧根并非人人都有，若无慧根该怎么办呢？那就要借助方便法门，以助超脱。那何为方便法门呢？舍财供佛就是方便法门中最为简单的，这也是诸位得慧根除业障修正果的善道来。众弟子看看今日信徒中哪位慧根最广。说完这句话，在讲坛旁边有这么几个小和尚，早就准备好了，快步上前，手托香案，这案上铺着锦布，上头摆着功德箱，黄绸绣字赫然写着4个字，叫功德无量。几个小和尚抱着功德箱往这善男信女中间走，来，您费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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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藏一瞧，哦，光念经啊，不讲解呀，念一句经文就要钱呐，这比说相声都黑呀，没有这样的呀。可你瞧那老百姓呢，好，真掏钱呐，穷的拿铜板，富的拿元宝，真是家里有钱的大把大把的塞银票啊，那场面那叫一个壮观呐！只把个三藏悟空看得捏呆呆发愣啊，心里纳闷，听见什么了就给钱呐。俩人正跟那儿愣着呢，打那边来了一小和尚，怀里抱着功德箱，看那意思刚才没少搂，这箱子还挺沉，晃晃悠悠就走过来了。一瞧三藏和悟空，哎呦，2个借赖僧人，苦行僧，哎呦，这破衣啰嗦呀，这怎么还有苦修的僧人呢？那嘴角一撇，哎呦，满脸的嫌弃。但是呢，他也把这功德箱往这俩人面前递了递，鼻孔朝天，说：“哟，哈哈，二位师傅，这是学习来的，哈哈哈！看来我们生有法师名头确实大得很呐，连你们这荒山野寺的僧人，哈哈，也要来此听法。那么既然来了，就别空着手啊，无多有少，随缘布施，你不能白听吧？我告诉你啊，今儿你们俩命好，来着了。你今天能听上我们师傅生有法师讲上这一句经文，你呀，要是再过2天想听生有法师讲经，我告诉你，可没那么容易，这是缘分。来，交钱，拿着功德箱往眼头了递。三藏给拦住了，停，你不要再往这儿推了。我先问问你你们生有法师多大腕儿怎么还就今儿能听上，再过2天
为何就听不上了呢？小和尚噗呲一笑，你这什么都不知道啊！今日不过是佛骨佛牙会的一个开场啊，那2日之后才是佛骨佛牙会的正会。那玄奘法师的佛骨佛牙正式一出塔，那圣上下旨召集天下高僧讲经说法呀，那场面才叫壮观呢。除了生有法师，京城内外高僧大德全都得来。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瞧了吗？他拿着下巴颏啊，他往那寺外头指，那意思这大街之上，我告诉你，到那时候大街之上全城的商铺都得关门，知道吗？贩夫走卒进行，什么茶楼啊，什么酒楼啊，谁敢卖一间这个一针一线，谁敢卖一餐一饭，轻则就是罚款，重则有牢狱之灾，知道吗？整个长安城满铺户全歇业，就为了这佛骨佛牙会。三藏一听，您先等一会儿，和尚，不就是个佛学的盛会吗？怎么这么大的规矩啊？哎呦，小和尚一听，把嘴一撇，大规矩！我告诉你，佛骨佛牙会正式一开，不光是这个，到那时候家家户户还不许见一丝荤腥，谁要是违反就是重罚。就连那婴儿夜里啼哭，那家长第2天都得带着上寺里头忏悔去。那到时候我们生有法师讲经，那可就不是随缘布施了。你要想来听啊，就算你拿着100两纹银，不过也就听上个1时3刻。所以呀，现在有机会给钱，赶紧给，到时候你们俩呀，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三藏一听，摇了摇头啊，说：“和尚，你们如此折腾，那圣上不管吗？”这小和尚一听这话，是仰头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喂，师傅呀，你可要笑死我了！圣上为何要管呢？啊，师傅，你莫不是才入京城吧？生有法师在圣上面前有多大的脸面，你不知道吗？啊，圣上如今何等的尊佛敬佛呀，对生有法师那是礼敬有加，几乎就叫言听计从。那咱们生有法师那在朝堂之上是座上宾，几次讲经皇上亲自坐那儿听啊，亲赐法衣佛珠，那御笔亲封叫大觉禅师啊。那1年之前就因为生有法师一句话，皇上下令是扩修大佛殿呢，耗银100万余两都不得眨眼的。如今京城上下谁人敢不敬啊？三藏听完这话，就瞧着他说：“这个小和尚，如此说来，你们这般做法，岂不让佛门成了邪道了吗？”此言一出，这小和尚脸色变了，捧着这功德箱，哟，师傅，你可别乱说话啊！你要是再敢说这话，再胡言乱语，小心我让官府拿你。三藏一听，心里一愣啊！我当年被太宗皇帝封为玉帝，我是皇上的兄弟，我也没说这大街上我说逮谁逮谁呀。三藏一皱眉头说：“和尚，你好大的势力呀，还敢京官洞府拿我不成？你一句话，官府就能把我抓喽？”小和尚冷哼一声：“师傅，我怕你是不知道啊，如今这京城之中，我们生有法师是一言九鼎，您甭管他多大的官儿，多么样的朝廷重臣，见着我们生有法师也要礼让3分。佛骨佛牙会谁定的？圣上定的。你可知现在整个长安城上下的寺院，谁说了算？生有法师说了算呢。啊，所以在这地方，我的师傅，这是长安城，这是皇家寺院，可不是你们那个山间的野寺。这儿的规矩，你要是不懂，你就少说话，别到时候因为说错了话，惹了不该惹的人，
到那时候啊，可没人替你担着。说完这句话，这小和尚抱着功德箱转身就走。他一走，把这地儿让出来，这老百姓全来了，拿着钱呢就往这功德箱里头塞呀。三藏这会儿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怎么成这样呢？他正跟这儿发愣呢，忽然之间听见身背后有人急切地喊了这么一嗓子，说：“爹呀，你快把那房契拿回来！”三藏闻听这句话，猛然回头，见一个中年的男人，哎呦，那瘦的跟火柴棍似的。他身背后有个小男孩，瞧着也就是8、9岁的年纪。这小男孩这满脸的焦急呀，追着这个中年男人是紧追不舍，是边跑边喊呀，说：“爹呀，你把这房契拿回来，咱们家没钱了。”随说随追，可这当爹的呢，根本不听，手里紧紧攥着这房契，一门心思就要往人群里头挤。眼看着这房契呀，还就要进那功德箱里头了。那小和尚也把那功德箱往他眼头了地，那意思刚要接。三藏见此情景，可忍不住了，急忙上前一步，砰，把这男子的手腕给逮住了，说：“施主且慢，为何连家中房契也要捐出去呢？”那男子本来呀，这房契都要入箱了，这手腕砰被一脏和尚给逮住了，先是一愣，但是一看这位也是和尚，这态度还就挺客气。哎呦，说师傅，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这房契供奉出去，将来我能换大福报啊，我这是为了佛祖的保佑啊。哎，来，您让我搁进去。哎，别介，别动。三藏说：“施主啊，你若心中有佛，回家诵经念佛积德行善，不是一样有佛祖的保佑吗？何必把你的房子捐出去呢？”这中年男人一听，哎呦，师傅，那怎么能一样呢？啊，师傅你看啊，我要只是我就念念经啊，什么诵佛号，那不过是一点点小功德呀，对不对？那佛祖的保佑那自然啊就很少了。可是我要连我的这个房子都奉献给寺里头呢，那佛祖一高兴，必然降下大大的福报啊，能保我平安顺遂，保我富贵发达呀！您快让我搁里头。这三藏还拦着他：“施主，佛祖在心不在物啊，供养贵在虔诚，你以心诚敬佛，那自然已是功德无量啊！你怎么能把这全家的生计置于不顾呢？你怎么能盼着拿钱换福报呢？”这男人可有点不耐烦了，说：“师傅，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说的那些没有用啊！哎呦喂，师傅，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心里有数。这你说多捐点，这佛祖不才能眷顾我吗？对不对啊？我知道啊，佛祖面前人人平等，这不假。可是供奉的越多，那保佑肯定也更灵验呢，这也是道理。哎呀，你劝我没用啊！”这时候那孩子可也过来了，拽着他爹的衣角啊，满脸的惊恐，死的不放手啊，那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紧着这儿求啊，说：“爹呀，您不能把房子给捐出去，您把房子给捐出去，咱们家房子要没了，咱们全家就完了。你说我娘住哪儿啊？我住哪儿啊？”这拿手就这么揽着。三藏也劝呢，说：“是啊，这位施主，你就咱就退一万步说，你要把这房契捐出去，那房契过户也需要到官府备案呢。你呀，回去再思虑思虑。”三藏的意思是你回去先想跟老婆孩子坐在一块儿聊聊，再冷静冷静。万没想到，这中年男人拿手一指唐三藏：“你这和尚，你这不耽误我积福吗？你这不耽误我的大福报吗？啊！我捐了房契，那是表我礼佛之心。那法师们什么时候说过户？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你是要房子是要钱，我跟着他们办就是了。这房契是我礼佛的证明啊！你不要再絮絮叨叨了，要不然我对你可不客气。”说着话，用手一甩，把唐三藏的手可甩开了。那孩子过来，紧着把他爸爸的手就给拉住了，说：“爹呀，你不能这样，你跟我回家。”还拉着他，可这当爹的是一点都听不进去，脸一沉，手一甩：“你也上一边待着去吧。”
就这么一甩，这孩子飞出去了。当爹的劲儿不小啊，惊呼一声，眼看这孩子就要摔倒在地。孙悟空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向前，把这孩子接住，顺势一翻，把这孩子抱怀里头给护住了，轻轻的放下，所幸是没磕着没碰着。那孩子是惊魂未定啊，趴在孙悟空怀里头，小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就跟那儿哭啊，那泪水啊把脸上的尘土都冲花了。可那当爹的呢，连头都没回，嘴里头是骂骂咧咧：“你这怂孩子，你懂什么呀？啊，这修来的福报以后不都是你的吗？那佛祖要保佑咱们家，你将来是大富大贵呀！你这孩子净添乱说吧！”他可不再犹豫，伸手把这房契往这功德箱里这么一塞，啪，房契落入箱底，是尘埃落定。那汉子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这功德箱，嘴里头是喃喃的自语啊，哈哈哈哈哈哈，福报啊，大福报啊！唐三藏瞧着他这副模样，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劝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眉头紧锁，只是轻叹了一声。孙悟空呢，抱着那孩子低头一瞧啊，小孩还跟那儿哭呢，哭得满脸都是泪痕。悟空瞧着这孩子说：“孩儿啊，你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那孩子哭得一抽一抽的，就开始讲。他最开始啊就是信佛，后来就开始读经书，再后来就是往寺里头捐钱，到后来就开始当家里的东西，把家里的东西全给当没了。今天他又把房契给翻出来了，我娘就跟他抢，他一把就把我娘给推开了，房契也没了，我们家完了。这孩子哭起来了。悟空抱着这孩子说：“孩儿啊，不哭了，不哭了。哎，这样吧，和尚我呀，给你变个戏法儿，怎么呀？”悟空起慈悲心了。孙悟空现在是苦行僧的模样，因此他脸上没有猴毛。他伸手上自己衣服里头，轻轻一摸，摸出来这么一根猴毛，放在嘴边啊，这么一吹，变出一锭元宝。他把这元宝啊塞在孩子这个衣领里头了，低声说：“孩儿啊，你也瞧见了，你父亲这样要不得了。此番回家之后，带上你娘，有多远走多远，能听明白吗？”说完这句话之后，孙悟空又从身上拔下来3根猴毛，轻轻的放在这孩子手心里头了。那语气很郑重了，说：“孩子，这几根小毛毛你给他收好了，今后家里碰见什么难处，遇上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只要你心中所想，用嘴一吹，自会有人来助你，自会有人帮你。听明白了吗？”那孩子泪眼婆娑，点了点头，拿着猴毛还有元宝，是转身就跑啊。孙悟空瞧着这孩子的背影，眼神是微微一暗，摇了摇头说：“师傅，这是造孽呀。”三藏法师也是说：“是啊，当时我取经是为了什么呀？我是为了这个吗？我们师徒4人跋山涉水，舍生忘死啊，经历981难取回的真经，就是为了让这等人妖言惑众，为祸一方吗？佛法本是度人心，让众生觉悟脱离苦厄，可如今呢，成了什么买卖了？拿钱换福报，散尽家财为求佛祖保佑。若我早知如此，我当年何必千辛万苦去西天求经呢？”说到此处，三藏拉着悟空可就快步离开，走到无人之处。这三藏就说了：“说悟空啊，事已至此，咱们得赶紧回去
禀报我佛如来，得把这件事儿告知于他。那么师徒二人驾起祥云，眨眼之间就到了灵山大雷音寺。殿中啊，我佛如来端坐莲台，身披金兰袈裟，眉目低垂，神色祥和。一见三藏跟悟空回来了啊，就点了点头，好。三藏、悟空，你二人回来了，东土之事如何呀？三藏跟悟空呢，就把这所见所闻这么一说，这么一禀报。如来佛祖点了点头，好啊。三藏啊，你所言之事，贫僧早有察觉，这事细究起来，倒也有我的责任。当年你从我处取走真经，来得匆忙，只带走了经卷，却未曾取走详解。三藏闻言，神色是微微一愣，说：佛祖，真经还需详解吗？如来佛缓缓点头，说：当然需要。经文乃是道理之本，而详解乃道理之事。若只诵经而不明其意，便会落入盲从妄信之境，长此以往，便如同今日东土大唐一般。众生现在是误入歧途啊，舍己求福，沉溺于虚妄。经卷若再无详解，便会成为空经，徒留其字而失其法。三藏闻言呀，赶紧是叩拜我佛如来，说：弟子愚昧。那么既然如此，请您慈悲把这真解赐下，还东土之宁静啊！您来解这东土之乱，让百姓明白佛法之真意呀！如来佛闻听此言，微微一笑，抬手摆了摆，说了两个字：不可。三藏一愣，说：这为何不可呀？如来佛说：世人若想求得真解，当竭尽全力以修行，以心血来换。若是唾手可得，便不会珍惜。即便得到真解，也不知其重要。世间之物，越是轻易得来，越是无人珍视。三藏点了点头，沉思片刻，再问佛祖说：佛祖，那该如何能够得到这真解呢？我佛如来缓缓开口说道：说若想真得真解，需要踏破万千山水，亲历苦厄，方得正解。三藏、悟空，汝二人不要在此耽搁，速速返回东土，再择一人是重走取经路。